欢迎大家来到地球玩家，我是月月。在这里呢，我会陪大家升级你的意识，透过了解地球的游戏规则跟宇宙的运行法则，这样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超级玩家跟 NPC。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呢，是有关于大家非常非常想知道的塔罗牌这件事。我相信塔罗牌其实在现在这个水平时代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就是无论有接触或者是没接触，熟与不熟，你都一定在 YouTube 或者是 IG 上面看到很多人可能做大众占卜啊，或者是说塔罗牌，其实所有人都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所以正是因为它的普遍程度跟它现在被大量的使用的原因，反而今天的主题就是要来告诉大家，那它背后的原理到底是什么，然后跟什么样的情境会很容易进入到一个非常危险走火入魔的状态。我第一次知道塔罗牌是我在大概幼稚园的时候。幼稚园？对，幼稚园那个时候我姐，我的表姐，她那个时候就在自学塔罗牌。然后以前的世代都还是那种杂志，你知道吗？就小时候没有手机的时候，然后我们都是会看日本的杂志。哦，日本的杂志。对，我记得，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日本有一阵子很红一款杂志，那个叫什么？是漫画的吗？不是，我知道大概在讲什么。对对对，有一点美妆，然后有点日杂。对，然后它有的是厚杂志，然后有的是都不是那种薄杂志哦，因为现在我觉得大部分人很少在看杂志，叫 Spoon 还是叫什么之类的，就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少女的东西。然后呢，我姐那个时候就是从这些杂志里面可能了解到了有塔罗牌这个东西，之后她就是买了塔罗牌的书，然后来自学这样子。所以我在旁边，我在还很小的时候，我就是有印象知道说，我那时候会觉得为什么牌它可以带给大家好像解答之书，然后它很像是一个很神秘的占卜工具，然后甚至是好像会解读塔罗的人，他身上好像就有一股魔法一样。所以对我来说，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工具，我给它的形容词是极度神秘的。可是因为塔罗牌它非常的复杂，它有非常多的牌嘛，所以它的神秘感也是来自于它的复杂程度。但现在这个工具它已经不是所谓的很稀有的通灵占卜工具，反而是一种大家日常，比如说你要不要换这个工作，你要不要谈这个恋爱，然后或者是说你要不要做这件事情，好像都会抽几张牌来给自己指引。这件事情是好事，但是很多人有一点误会了塔罗牌它本身想要带给大家的使用方式，而进入到一个准不准好不好的这一个很深的迷思里面。所以我来从头跟大家分享到底塔罗牌它运作原理跟潜意识之间的连接是什么。但我也想问问看你们平常会用塔罗牌吗？不会。你不会吗？对，我不会。臭直男。我是走东方这一块。哦，你会用易经、八卦、占卜、梅花艺术。我还没学梅花艺术。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我把我一张记忆卡弄丢了，就是1TB 的小的 micro SD card， 所以它不是那种大 SD 卡，是那种小到一个不行的 SD 卡弄丢了，我就完全找不到，我已经疯了。可是我也昨天就是这几天就是一直在用奥修禅卡问说，到底我有没有把它弄丢，它会在哪里？然后诸多牌面都显示我没有弄丢，它就在家里，而且你只要用心找你就找得到。我觉得我已经用了100万颗心在找它了，可是我还是没有找到。所以我昨天就在 IG 上面就问我的读者说，好，我现在真的没辙了，请你们来帮我想想我到底还有哪里可以翻。然后结果就有一些读者用梅花艺术帮我看。因为前阵子很红，在 ChatGPT 上面直接解梅花艺术嘛，然后都很准，我自己也玩过也是准的。然后他就是用他的视角来帮我解，他就很巨细靡遗的说，好，这个东西可能会是在你工作室的东南方，然后可能会在木质柜的什么什么巴巴旁边会有一些电线什么的。然后我就问那个读者说，那你的牌面有说他其实没有不见吗？然后他就说牌面也跟我说他在你家。然后我心里想说，好，就是各种双重验证，可是我就是找不到，我现在还找不到。然后我们昨天真的找遍了还是找不到，但这个的确就是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可以使用塔罗牌的一种方式。所有的问题它都应该要带给我们日常生活中实质的帮助，这个问题才是有效的问题。因为
很多人他其实在问问题的时候是带着执念去问的，这件事情就会很危险。那不然珊珊你都是怎么用塔罗牌的？最近就是早上我在解梦啊。最近超多梦对，那你解的如何？我解的如何吗？我抽到了3张牌。对。但你不是用塔罗，你是用奥修禅卡？对，我是用奥修禅卡。OK， 它是以类似的概念。对，我抽一抽，它就掉了3张出来，我就打开。反正它就是在告诉我说，等待是会有值得的人出现。到底在梦到什么 relationship 呀他早上有跟我分享他梦到什么，反正他也是梦到非常值得解牌的梦。对，所以很有趣。好，所以你看很多人他的确塔罗它其实除了占卜娱乐，它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其实是自我觉察。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太懂我们的潜意识在想什么，而潜意识它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系统，来帮助我们去更深的去了解我们内在那一些还没有看见的部分。我先来破一个大家很常的问题，是塔罗牌到底准不准？好，对于你们来说是准的吗？我觉得是准的。OK， 为什么？可能在发问的时候，我自己是就是很直觉跟直接的，所以我觉得他会有听到我的问题，所以给我解答。就好像其实我已经知道解答了，我只是在用塔罗牌再次印证我自己的想法而已。所以我觉得是准的。好，那对于30来说呢？我们不说塔罗，可是说其他的占卜工具，我觉得都看信念。怎么说？你对于你现在要占的东西确不确定这件事情？没错没错。好，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准不准它从来都不是塔罗牌要给你的答案。这件事情很有趣因为我们生命的路程当中没有任何东西是绝对的。就比如说，好，我今天突然的好想要吃春水汤，可是你去吃了个甜点，然后你的肚子饱了，然后你对于春水汤的欲望可能又会因此改变，然后也突然的觉得好，我今天想要吃海底捞。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如果我们是要透过任何的占卜工具去了解我们潜意识的想法的话，我们得要先知道一件事情，是我们的潜意识一直都在变动，所以连你自己都没有心中100%的答案，我们就没有办法去要求任何工具任何人给予你100%准确性的回应。所以塔罗牌它在做的事情是帮助你去了解你当下此刻，比如说现在就是2026年5月6号下午12点27，然后几点几分，它只能代表你这一刻的决定，但它没有办法去帮你决定你接下来未来的东西。可是有趣的事情是，很多人都会用塔罗牌问未来。OK， 这件事情它并没有不好，可是我们要知道，那也只是你问到的结果是你此刻心念所创造出来的未来那一个剧本的那一刻可能会发生的东西。可是如果你下一刻心念变了呢，那你的未来就会改变了，就跟刚刚选餐厅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做任何的占卜工具，千万不要去觉得它准不准，因为这个问题本身你问出来它就是错的东西，就代表你没有正确使用这个工具。所以我要把大家拉到一个层次，是它只能帮你去自我觉察，但它没有办法帮你做决定。那这也很有趣每当你问的问题是很想要确定的答案，比如说他为什么没有回我讯息比如说他现在在想什么，他会不会接我电话，他会不会接我电话，类似这种你看当我们想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代表着我们内心有一个某种程度恐惧驱使的心念出现。因为我害怕他不回我讯息啊，我害怕他不接我电话，我害怕他现在在想的跟我想的不一样，所以我要透过牌面去确认他的想法。但如果是带着这份恐惧跟频率去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你们也可以知道这个牌面所回应你的东西可能不一定是能够帮助到你的。什么叫做帮助？好，假设他就是不想回你讯息，你在牌面上就是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呢，你能接受吗？如果你能够接受这个答案，再去抽这个牌，对你来说才是有帮助的。但是如果其实你知道你潜意识是抗拒某种结果的话呢，
而同时你完全不接受这个结果的话呢，这个牌、这个工具、这个占卜方式就会让你越来越混乱，而这份混乱从来都不是宇宙创造塔罗牌在大家面前形成一个物质化具象化的工具想要带来的意义。 OK， 所以呢我要跟大家说，准这件事情它只是一个很基础对于塔罗牌的门槛，因为你的潜意识没有准或不准这件事情啊，你自己就是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所以它从来准，它不是我们抽牌的终点，而是它告诉你未来的可能性，而你只是这一个剧情里面的 NPC 而已。那真正的塔罗牌是要把你拉回玩家的视角。好，今天它就是不回有讯息，那它不回你讯息的这个行为你会如何做？你要如何用玩家的视角说好，那不回，那我要如何滋养自己去拉出这一份他可能会不回我的恐惧？还是你要当那个 NPC 好难过的那个角色？那塔罗牌它就是一个让你看见你目前的能量频率正在把你带往哪个方向，而不是给你答案的，是把问题还回去给你自己。 OK， 所以这是塔罗牌的使用最大守则哦。如果我们没有用这个最大守则去做这件事情的话，这份工具基本上对于你来讲就会没有办法好好的协助到你变得更好，只会让你变得更混乱。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对于很喜欢问塔罗牌的人会有一种集体意识的排斥感，就是一直抽牌一直抽牌，一直问一直问，然后问了又不接纳，然后问了又不承认，类似这样子的情况，就会牌面之间所创造的能量场其实会很混乱，身边的人能够感受得到。 OK， 好的，有任何问题吗？你觉得塔罗牌 always 会回应你吗？不论你问任何的问题。对啊，塔罗牌永远都会回应你，可是它的回应是不是你要的，这是另外一回事。就很像是拔杯我们拔杯有分醒杯、笑杯跟音杯。音杯嘛，音杯的台语怎么讲？盖杯吗？好像是盖杯。好，盖杯。拔杯这个东西它就是在回应你现在内心深处的确定感。如果你对于这个答案是很确定的，就是醒杯；如果你对这个答案是不确定的，他就给你笑杯；如果他给你盖杯，就是你自己也知道这不适合你。所以他一定会给你答案。可是一个对于自我觉察能力很强跟知道自己在想什么的人，他在看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内心就会产生一种共振。那个共振自己也会知道说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可是有些人会是明明就知道这件事不可成，可是他就觉得不行，我好渴望，他用欲望去驱使他的心念去想要让他成的时候，结果是盖杯。他回应你咯，他就会一次又一次的继续醒又醒又醒，继续播。其实我有个故事，你说，就是有关于盖杯的故事。就想到你刚刚讲的心念这件事情。其实我去年的时候有去过土地公庙，就是那个很大的那个土地公庙，在那个烘炉地呀。然后那时候我就有问，就是说现在就是那时候的状况，因为那时候状况我是一个非常差的状况这样子，然后就问说就是我到底还要不要继续工作，然后有没有休息，还是说我要换跑道什么之类的。对，然后我就一样拔杯算是求签吧，算求签。然后呢，那次我就求了7次的求杯，连续7次求杯。这个几率也是连7次。对，然后没有结果，在唯一一次醒杯的时候，那次在直杯之前，我的相机的肩带突然就松了，然后相机就直接摔到地上。对，然后我朋友帮我拿相机之后，然后我再丢再直杯，然后它就是醒杯。你们知道为什么吗？这跟抛硬币是一样的概念哦。你知道每当我们要在问问题的时候，你往上抛的那一刻，其实你的意识是被切断，跟自己切断连接的。这一个动作会让你突然放松你的所有神经系统，然后切断你那一个执念。抛上去的那一刻所呈现出来的答案，就是最符合你心念的答案，因为你那个时候的心念是不紧抓的。
所以为什么有些人会用醒波，有些人会抛硬币，有些人会用做很多东西，它其实跟我们人类的神经系统还有我们是如何运作我们脑内的各种模式是有关系的。举例来说，像是 tapping，大家都知道左右拍，为什么我们要用 tapping 这件事情？就是当你的手再去触发你的所有身体肌肉的时候，你内在的意识连接它会被打乱，左右拍的时候它也会被打乱，所以在打乱的时候呢，你不会有一个你的意识执念的运作线，它会被切断，然后被切断的那一刻，所有的东西会变得很敞开跟流动，它会让你的脑波从贝塔波变成阿法波，然后进入到阿法波的时候呢，是你进入心流状态与高我连接的那个状态，所以在这个状态去做任何的决定其实是最好的。所以就跟宝贝一样，如果我们是带着很深的执念连接去做的话，他永远都会给你求不会，因为他知道你根本就不知道你要什么，你很不确定，你还没有对齐你自己。OK，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举例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生活中有遇到这件事情的话，你就可以这样求不会，其实会告诉你说你去外面走一圈再回来问我一次会更好。OK， 好，我来跟大家分享，稍微讲一下历史好了。塔罗牌这个东西它会出现，其实来自于非常非常久远的历史好，因为如果真的要考古的话呢，它跟在15世纪那个时候大量的神秘学在当时被开始看见。好，那15世纪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世纪，你们会发现有很多的身心灵工具跟很多的故事都是从那一个时代开始的。这个跟整个宇宙的运行法则跟循环有关系，就像是现在我们是在经历水平时代、黄金时代嘛，所以在这个时代我们集体意识去跟整个地球的能量运作，去支持我们去探索神秘学的东西，跟支持我们去探索内在的那一些潜意识运作原理啊、神经系统啊等等的，而不是去关注我们外在的那一些需求、成功的定义等等。在15世纪那个时候也是经历了这样子的循环，但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那个时候的宇宙运行正在经历这些什么。所以在15世纪的时候，越来越多人想要去看见了共识性跟随机性这个东西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中。就比如说，好，我骰个骰子，或者说骰个硬币，就跟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真的不知道干嘛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把命交给天嘛，然后他们才开始去看见，原来有些东西它的共识性是存在的，那我是不是可以创造某一些特定的工具去让这些共识性是可以被排列组合的，就很像是易经一样。易经它其实是这个世代里面最早出现二进位的计算模式，就是易经它其实是有分很多的卦象，然后那个卦象其实就是用二进位去推进的，然后去排出不同的排列组合。那在以前的时候，我们在做占卜其实也是看见了某种规律它存在，然后开始去透过卡牌的方式去创造这个规律。以前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贵族间有一个纸牌游戏，就跟我们现在的扑克牌其实是很像的，然后它就 Tarocchini。那这个 Tarocchini 的这个纸牌游戏呢，原本它就是一个游戏，后来它就是被演化成，那我是不是可以从这个卡牌上面去了解一些我的潜意识的投射，就很像是我今天早上才在跟我朋友聊，你们知道 Uno 牌扑克牌完全可以解牌吗？它可以把它当作占卜工具来解牌，但是很少人这么做。 Uno 牌它上面其实就是有颜色、方块跟图案，然后还有数字嘛。如果你了解数字、颜色它的能量意义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这个东西来解牌。是可以的因为我们之前姐妹之间就有玩过这样的事情。好酷。扑克牌也可以。那爱心是代表什么？那你觉得代表什么？这就跟潜意识投射有关系了，这个跟塔罗牌运作原理有关联。好，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好了。红色它其实在能量学上面代表着海底轮的颜色嘛，对不对？然后它又代表着火元素，然后它也代表着生命的创造力。简单来讲，它就是在掌管下三轮的东西。一个元素它其实是很难解读的，这也是为什么塔罗牌它上面是画。所以呢，你就可以去看你抽的这张卡牌，它又对应了哪一个数字，然后又对应了哪一个图案，然
那它的排列组合又是什么？它其实就有一套它可以解释的方式。而那时候在15世纪中叶的时候，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开始创造卡牌的占卜了。到18世纪的时候，神秘学开始被大量的看见嘛，然后大量的研究，包括占星跟观星，这全部都是那个时候开始发起的。所以有一批神秘学家就开始用希伯来文的字母，然后还有用一些那个时候就有一些金字塔跟埃及神话的一些故事，然后去把它结合，然后开始有一些占卜工具。这个就是最源头的历史。那塔罗牌它其实有分很多个系统，那现在最著名的系统是韦特塔罗嘛，为什么呢？那就是韦特这个人创造出来的OK， 那它是目前全球最通用的系统。那为什么韦特塔罗它是可以被大家看见？你们可以去看见它的牌面，这是跟那个画家，有一个画家就是史密斯画家一起合作画出的卡牌。那这个78张牌最特别的事情就是他们有分大阿尔克纳跟小阿尔克纳。大阿尔克纳其实就是很符合我们现在日常生活中情境会出现的东西。我举例来说，塔罗牌当中的大阿尔克纳牌，比如说女教皇，然后或者是皇帝，或者是愚人牌，它所设计的就是这个世界上全人类的心理状态跟心理原型。所以透过这个，在哪个世代或是在哪个文明跟文化，我们都会去理解，我们身边就是会出现导师的形象，我们身边就是会有死神毁灭的状态，我们身边就是会有新生创造的一个能量。所以它就是透过结合我们现在人类正在经历的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状态，然后去创造这个牌面。而这个牌面太符合我们了，所以韦特塔罗跟这个画家所一起创造出来的这个塔罗牌才被大家有所认知跟认识。所以你会看到它上面的牌面，我们刚刚讲到心理学的投射嘛，内在投射，我们可以很容易的透过图片的方式就直接去投射到我们内心潜意识的想法，产生连结，而这份连结叫做量子纠缠。那这个纠缠呢，它会开始触动你心中的很多想法，这些想法透由，因为我们人类在处理图像的速度是比文字还要快的，所以我们很容易可以透过图像的方式去连接到我们内心的所思所想。这也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塔罗牌是准的原因。 OK， 但是准从来都不是重点，我要再次强调。 OK， 重点是，所以它触动了你内在哪一些东西呢？它纠缠了什么东西呢？这个就是我们在透过这个牌要去看见的。 OK， 好，你知道为什么我不讲历史？因为历史占这个篇幅太大的话，会失去我想要讲不要再说塔罗牌准不准的这个重点了。OK， 我刚刚突然想到，你说其实塔罗牌没有准或不准嘛？对，没错。那既然在我们完全找不到东西的前提之下，我们问塔罗牌，它给我们的答案是是在我们周围的，那只是要用心找。我在想，这会是一个怎样的运作机制？其实你脑袋知道它在吗？就是你可能眼角其实扫描过那个记忆卡，它曾经出现在你的视线范围内，但你的大脑把它可能在你有限的记忆里面洗刷掉了，所以你找不到它。所以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塔罗牌给你的回应，我们应该要怎么解读？跟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就是找不到它，那为什么它会回应你找得到？好 OK， 这个就跟潜意识有关系吗？好，我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意识是你逻辑所产生的东西，也就是说，从你过去的生命经验，无论是小时候的记忆，或者是说你透过看别人的生命演化所自行推演的未来生命体验，这个是逻辑脑在处理的东西，意识层面在处理的东西。潜意识是什么？潜意识是你跟高我连接的通道，也就是说呢，你知道的你不知道的，它都储存在这一条意识中。你可以把它称之为以太层，你又可以把它称之为阿卡西。 OK， 所以在这一个层次里面的资讯是无限的。为什么？明明它就不在你的记忆里面，因为潜意识不是来处理记忆的，潜意识是来处理所有你过去 DNA 小到 DNA 你的曾祖母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它都储存在这个场域里面。它是从这个场域调阅资料的，所以它不是从你的意识层次调阅资料的。所以自然而然你明明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不存在过，可是为什么塔罗牌知道？因为它连接的维度是不一样的，能够懂。OK， 好。我一直在想一个东西，就是根据你讲的东西，就是
会让我一直想到说，塔罗牌它其实是连到第8世的一个通道。可以是这样子解释，没有错啊。就是因为你中了什么东西，所以然后你抽出来的卡牌，它就是一个就是种子深陷型的一个状态，但只是你不知道这个种子会长成什么样子，然后塔罗牌跟你讲。所以塔罗牌永远都是要来帮助我们自我觉察的，它帮助我们去看见这件事情最大化的可能性，这也是高灵高我会跟你连接的时候会带给你的指引。你的高灵在跟你讲话的时候，他从来不会告诉你说你一定得如何，绝对得如何，他只会告诉你说你做这件事情的可能性会是如何，会是多美，请你去看见它。没错，那我们来讲讲第8世好了。第8世它就是我们在意识层次里面储存了我们累生累世所有的经验、业力还有念力、行为的种子的可能性都在这个地方。那这个种子它会在佛法里面其实就在讲因果这件事情嘛，那在这个种子里面它会在适当的时机跟缘分成熟的时候就会显化在你的生命体验里面，然后它是不受我们的大脑逻辑给掌控的，因为大脑逻辑在佛法里面叫第6世 OK， 所以这个东西他们完全一个就是会限制你的所有潜能天赋跟尚未发生的可能性，那一个就是已经存在，但是你需要透过共振的原理把它吸引跟显化来到这个现实生活中很重要的时空。所以呢很有趣哦，塔罗牌的图像，这些图像都叫做所谓的象征系统，它象征性你内在潜意识所想要表达的东西。举例来说，我今天准备了很多不同的塔罗牌的图案，我就是没有准备韦特塔罗传统的图我发现我家没有韦特塔罗耶，好酷哦。但我虽然没有韦特塔罗，可是我有其他从韦特塔罗衍生出来的塔罗牌，比如说这个叫什么，欢迎各位厂商来就是寄塔罗牌给我们，我们现在缺韦特塔罗，谢谢。我们缺好像我们可以拥有对，我们欢迎我们欢迎。像这个叫做 Cute Coast Tarot， 然后它上面其实就是把很多你看愚人牌，我给大家看愚人牌，好可爱哦。韦特塔罗有啦，我有一个韦特塔罗的，可是它是粉红金边的，所以它其实蛮不明显的。好，我来看我找不找到愚人牌，这全部都是塔罗吗？对，这全都是塔罗，所以它跟神谕卡又是不一样的东西。塔罗牌跟神谕卡是完全不同的系统，就跟可是运作原理是一样的，就跟卜龟不一样。然后塔罗牌它有78张嘛，然后所以塔罗牌我自己个人在使用的方式来看的话，我觉得塔罗牌它比较能够去讲到很实际层面的东西，因为它的系统分类的非常非常的好，它从金币、宝剑，然后再到圣杯等等的，它其实都代表着很完整的机制。好，这个是韦特塔罗牌的愚人牌，这个是 The Q Ghost 塔罗的愚人牌，好 Q 哦，很 Q 吧？因为呢，为什么要后来有这么多塔罗牌的延伸，也是因为每一个人他的性格不同，他所容易连接到的场域也不同。所以比如说有些人心中就是一个比较可爱的人，那他看到正经八百的韦特塔罗牌，他可能就会觉得说哦 OK， 就是一个人站在这个山丘上，然后准备要一跃而下，然后后面有个阳光，然后他是这样很敞开的迎接接下来未知的生命，就像是一个小孩子一样。可是你看这个很 Q 版的性格很 Q 的人，就更容易连接到说他用飞的耶，他是很轻盈的在看待这件事耶，他所看见的投射出来的东西就有不同。 OK， 但是呢塔罗牌它存在的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去更好的解读我们潜意识在想的东西，因为每个人的核心处理器都长得不太一样，所以很多人可能对韦特塔罗的画风没有什么兴趣，那我们就可以去买其他塔罗牌的画风，像我有一个黑猫塔罗牌画风。那我也要说有一个东西叫直觉塔罗，也就是说每个塔罗的确都有它的牌意没有错，可是呢最好的情况是我蛮建议每一张卡牌你所看见的东西一定都不同，所以相信自己的直觉反而才是最好的。可能有些人在看到愚人牌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山丘，
然后有些人看到的是太阳，那个就跟你潜意识投射有关系嘛，所以每一个人所看见的重点都不同，尊重你的直觉，有些时候牌意不一定能够完全代表你那个牌想要所给你的意思，反而你的直觉看到什么产生出来的讯息，那个才是最真实的。那像这种黑猫塔罗牌，它的愚人牌又长得跟大家不太一样。鱼猫它就是鱼猫牌。鱼猫，对啊，但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每一个画风的作者他所想要表达这个牌意的意思也都不同，所以你其实买到什么样的塔罗牌，你觉得有符合你心中的想法的那个牌就是适合你的牌。是不是表示说你跟这个画风的作者的塔罗意识是有共振的？没错没错，你们可能就是同一个灵魂家族 you know， 所以你对于他的作品跟他所想要呈现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就像是我们每一个画家在画同一幅画、同一个景、同一个人像的时候，他都还是会有自己的风格，而那个风格也代表着他内在的运作状态是如何，那自然而然你就能够感觉到明明是同一件事情，可是你却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氛围感的原因。好，如果没有错的话，愚人牌长这样。很多人都会觉得愚人好像是一个很冲动，但也许那个冲动的背后其实深思熟虑下所做的行为，这就很有趣了。塔罗牌是一个蛮值得大家好好的去研究的东西。那我想问，因为现在其实会有很多塔罗师嘛，我们刚刚有说我们在抽牌的时候，它会连接到我们个人意识，或是在我们问问题的时候，但当我们面对塔罗师的时候，很多时候是有塔罗师在帮你抽这张牌跟帮你解读的，那我们会怎么解读在两个人的意识底下跟这个牌意的解释？好，我先说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在塔罗师帮你抽牌的过程当中，你一定也会连接到他的意识状态，它会直接的影响到这个解读的结果跟品质。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你想要帮助一个人的时候，你的能量接收器跟能量管道就会特别特别的重要。什么意思呢？因为你会透过这个塔罗师它其实在能量层上面是一个能量接收器跟翻译器，就跟 AI 一样。我们今天想要请 AI 翻译东西的时候，如果他是没有个人意识的话，你问他一样的问题，他就会给你一模一样的答案，就很像是以前我们在那个大家有没有用过翻译机，就是那种翻译机，对不对？然后或者是现在那种翻译，你打什么东西上去，它就是100台翻译机都给你100种一模一样的答案，对，后台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毫无逻辑、毫无思考、毫无意识的一个存在，所以它的后台运行方式就会永远都给你一样的结果。可是人或者是 AI， 它被灌入了大量不同的可能性，跟它人类透由他自己过去生命经验所累积出来的东西，所以他所给你的答案永远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问一个问题的时候，第一个找塔罗师或者找疗愈师也很重要，找一个你觉得能够跟你频率是相合，跟能够理解你的那个翻译器其实是更好的。那有另外一种情况是，有没有很多塔罗师会不小心带了他强烈的个人意念去解读你的结果呢？会。那怎么办呢？第一个，当你想要成为一位塔罗师，你没有办法有中立观照的能力，那千万不要帮助别人。因为当我们介入了我们的能量场进去这个解读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在承担别人的业力，因为你不中立，这份不中立所共振出来的东西就会产生粘黏，所以很有可能你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其实你是在帮自己增加更多的麻烦，这是第一个因为你在承担别人的东西啊。OK， 第二个是当你在找别人想要解读你的议题的时候，如果你跟这一个人你也投射了大量的能量纠缠在他身上，比如说我好渴望你给我个正确的答案，我好希望你能够帮助我，求求你帮助我，那这份纠缠也会让这个解读的品质是有差的。所以解读师本人跟你自己都要保持一个很平衡的状态，这一份合作才有办法被优质化的呈现那个结果。所以还是蛮多疗愈工具都还蛮考验人性的运作的，这也是要提醒大家的东西。OK， 延伸刚刚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人会觉得说塔罗牌有时候是准的，有时候是不准的？
这个东西跟我们的情绪频率混乱有关联，也就是说，当我们在情绪混乱的时候，我们在抽牌时，第一，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有定力去解读他想告诉你的意思。第二个是你在问问题的时候本身就不是在问一个问题，而是抛出一个情绪而已。塔罗牌不是来处理你的情绪的，它是来指引你要去前往的方向的。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所期待有落差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塔罗牌不准。你带着什么心情抽牌，宇宙就用什么样的语言去回应你。如果你带着很强大的焦虑抽牌，你抽到往往都是你焦虑的倒影而已。所以这不是牌不准，而是你的频率也在干扰这个接收器的状态。就像是你不可能去渴望一个没有讯号的地方，然后你可以滑IG， 这怎么可能啊？就是没有讯号，你要怎么连接得到？频率就是不对啊。然后你就一直在怪说为什么现在没网络，为什么现在没网络，我明明就买 SIM 卡啦，为什么现在没网络？不好意思，你不在服务区内，所以请你离开去那个服务区里面好吗？ OK， 那我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在使用这个工具的时候有哪一些原则在里面。第一个就是当我们在问是非题的时候，是不是会不会的时候，我们心中要有一个原则，是你做什么他都会支持你，无论做什么样子的事情宇宙都会支持你。可是牌面会告诉你说，如果你真的非得要做 A 选项的话，也许你会遇到一些关卡，可是不代表这些关卡你承受不了，那你要不要去玩这个关卡呢？如果牌面肯定会告诉你说 B 选项可能对你来讲是最好的，因为在这条路上看起来是相对轻松的，那如果你有选择权的话，你会选择哪一个？很多时候我们在问是非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无论你选择什么安排跟道路，它会显现在你面前的都代表说这两个剧情的平行时空已经为你打开了，那你要走上哪一条路径呢？你是完全有选择权的，而每一条路径它都没有好坏。可是的确牌面它是有好坏的，相对好坏的。就比如说你走在这条路上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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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逆位，所以你可能就有很多的关卡你需要去突破。可是去突破关卡本身对你来说也不是坏事啊，因为你会在这个突破过程当中成长嘛，你此刻不突破，你未来还是会遇到一样的事情去突破，所以就只是看你当下想不想做而已。这是第一个原则。那第二个原则呢，是去问结构性的问题。那个结构性问题，比如说好，这段关系好与不好，这是刚刚的原则一嘛。那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一件事情的真相，一件事情你想要去觉察的重点的话，你就可以问说，这段关系现在目前的能量卡点在哪里？透过卡点你才能知道你可以使用你的自由意识去解决问题，或者是说你也可以问说，这段关系它很棒的地方在哪里？这种结构的问题，你透过看见一件事情的真相比了解一件事情的结果还要重要，因为结果会改变。所以这些结构性的问题，去看见一件事情的潜能，一件事情的可能性，它反而会带给你更多的选择权，因为你看见了可能性，就代表你有更多事可以做啊。可是如果你只问是非对错，你不觉得能做的事情就变少了吗？你的主控权就变少。好，这是第二个原则。第三个原则是，去抽完牌之后不要立刻解牌跟看牌意，这是一件大家可以练习的事情哦。为什么呢？牌之所以要做成图像，就是因为它就是要来让你去理解的。所以不妨下次大家可以试试看，当你在问完这个问题，然后抽了一张牌之后，你大概盯着这个牌30秒去看，你觉得这张卡牌是想要跟你说什么，去感觉看看，因为你内在的声音比那一些书本上或者是 AI 帮你解牌的牌意还要来得重要。所以去盯着它看，第一个跳进你脑海的那个画面、颜色、角色神情，还有那个感觉是什么，其实就是你高灵想要告诉你最直接的答案。 OK， 所以这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好吗？那我想问，好，你问。我们很常在网络上看到塔罗师他们帮大家抽好3张牌，然后把它盖起来，然后问一个问题，然后说请你从直觉从3张里面选一张。但塔罗牌这么多，他已经帮你选了3个选择，然后让你再去抽，那这样子的意义是为何？好，这个东西就会连接到塔罗牌它在潜意识所运作的原理是什么。OK， 首先我们在大众占卜的时候会很常看到，比如说3选1、5选1，大部分都是3选1。那为什么要3选1呢？因为这个东西很有趣，它跟心理学也有关系。因为在心理学里面，3的这个数字是最容易让我们大脑去判断跟分类的最
没有压力的一个数字，就很像是如果我让你4选1，你突然就觉得太多选项了，我不想选，可不可以给我3个选项就好？因为3的确是我们大脑最容易进行分类的数字，不多也不少，所以可以让观众在短时间之内抓到他的眼球，进入到抉择的状态。2又会让你觉得太少。这3张牌就会是塔罗师他的意识所抽出来的3张牌了，因为大家的选择只有3。没错，所以很有趣啊。你为什么会看到这个影片呢？为什么别人看不到你看得到？就代表说其实在能量学上面，你们2个已经决定要让这个共振显化了呀，对吧？所以很多时候你为什么会突然在网络上看到这个人的影片，这个人图片，这个大众占卜，也许是高我派下来给你的。高我觉得这个疗愈师可以帮助到你，这个疗愈师他所选出来的牌意可以解决你现在的问题。所以这个是2个能量2个高龄之间的合作，它就是要让你去看见它，去解决你现在心中的那个问题。因为像是我在某一个时期非常喜欢看大众占卜，我自己也在做大众占卜，到了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对这件事情又没兴趣，所以哪怕有一个影片出现在我面前，我都被点开。所以它也是跟你内在现在此刻需要什么，然后他们安排什么也有关联。 OK， 好，还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啊？那如果推荐大家买塔罗牌，你会推荐大家买什么？随便，我蛮推荐大家就是去书局或者有卖塔罗牌的一些地方，像台中有一间，它整间店都是卖塔罗牌的，我有点忘记那个叫什么，如果你知道的话可以帮我在底下留言。它里面就是会让你自己去摸牌，你感觉到你喜欢的牌，那你就跟他有缘分，就把它带回家，所以没有一个绝对的性质。像比如说我人生第一副牌是神谕卡，我也是。那月月可以稍微讲一下就使用的时机吗？我什么时候无时无刻啊适合起床就抽啊塔罗牌，什么时候适合用神谕卡？没有什么东西是对的时机，只有你心念的状态是如何。如果有些人他需要仰赖塔罗牌才能够活着的话，那你就算每10分钟抽一个都不会帮助到你。可是有些人他是一个跟牌的连结很强，所以他每天会早上起床抽一张，然后带给他内在指引，而且那个指引是会让他感觉到平静跟安定的，那这个就是好的使用方式。那什么时候要使用神谕卡牌，什么时候要使用塔罗牌，以我自己个人的经验也是直觉。因为他们2个的工具，他们都是占卜工具，可是它会给你的答案不太一样。神谕卡牌它是一个，我讲一下神谕卡牌跟塔罗的差别好了。塔罗牌它其实就真的连接了大量的人类的心理状态跟行为模式，然后去衍生出来的东西。那很多的神谕卡牌它其实就是不同的神谕卡牌它有它想要象征的东西，比如说我的人生第一副卡牌它是现代涅槃卡牌，所以它在里面总共有50几张牌，它其实就会用很现代的画风跟涅槃的这个概念所衍生出来的关键字，然后去做设计。所以我有时候真的也都没有觉得一定要什么时候抽什么卡牌，但我就是随机我摸到哪一副牌我就会用它。 OK， 所以这位小姐还有什么问题吗？我觉得这跟起心动念很像，所有东西都是起心动念，所有东西都是。所以你今天想要问说我今天想吃牛排还是锅烧意面，然后你的卡就会告诉你说吃锅烧意面，他会跟你说吃锅烧意面会带给你什么样的体验，然后看你要体验哪一种，他会这样子跟你说。对，但其实有关于卡牌还有很多庞大的东西，就比如说我今天准备的内容，我大概只讲1/3，但因为碍于篇幅的关系，所以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时机点又在不同的 podcast 当中提到。那如果你有任何有关于塔罗牌的问题，你都可以在底下留言，然后也可以有一些很常出现的问题的话，我们也许就可以把它拉一支来当做 podcast 来跟大家分享。OK，好吗？那我们今天呢，一样来抽一张卡牌来给您。可以先许愿吗？好，你先许愿。我可以许愿，就是下次讲塔罗牌跟卡巴拉之书之间的关系，可以去深入探讨的东西。好，那我今天就来抽 Q Ghost Tarot 给大家，好不好？我抽可爱的。对，我们来抽可爱的，给聆听这集 podcast 听众的祝福跟指引。我们这一集呢，抽到宝剑3，在传统的韦特塔罗里面，它其实代表着心碎跟伤痛，还有3方关系的混乱。OK， 好。但是呢，在自我觉察的视角上，它其实代表着不一样的能量意义。你可以去看这张卡牌，
3把剑它插向了你的心脏，但它其实会不会也是在帮我们做一个很棒的能量手术呢？对不对？它也许就是在帮助我们去把有一些真相是你大脑一直不愿意去承认的，所以我们的潜意识透过这些剧烈的疼痛强迫你去看见你应该要去看见的议题，不再失衡的关系跟信念。因为有些时候大家会觉得疼痛好不好？没有啊，疼痛它不是为了要去毁灭你的生活，而是让你清醒跟重生啊。就很像是你今天身体健康就觉得好像都没有什么病痛，就觉得身体超健康，但其实没有。要让身体健康它是很复杂的，可是当你不去看见的时候，它必须得要透过一个疼痛让你去看见，其实你早就没有把自己照顾好了。那最后你获得的是什么？超级爱自己的信念，对吧？所以呢，这个东西你看，这个小悲伤小鬼抽出这张卡牌，也是这个哭泣的小幽灵，也是要告诉我们说，也许此刻听到这集 podcast 听众，你内在一直有一个受伤的你，但是你没有去看见它，你觉得你像是一个被遗弃的孩子。那这个也是在提醒我们说，有些东西当你看见了你的不舒服，那让不舒服痊愈的方式就是用慈悲跟爱去灌溉它，而不是逃避去看见其实他已经哭了很久了。没错，从心碎转为到智慧的这个过程，也是这张卡牌想要提醒大家的。所以心碎有些时候心这样子啪啷好像是碎掉，但有没有可能它是扩张呢？是有可能的。OK， 所以呢，今天透过塔罗牌，我们都不需要去神化这些工具，无论是宝贝也好，易经也好，剪刀石头布也好，它其实就是很简单的高龄宇宙想要给你的传声筒。所以当你觉得很准的那一刻的时候，就代表说对齐了你的能量了。那如果当你觉得不准的时候，那是放回我们意识当中去看见我们内在有哪些恐惧正在发生，但是你不知道。所以在做这些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你在算命，你要觉得你是在跟这个大数据连线，这个宇宙无限的能量给连线，能够让你去跨越那些你一直碎碎念的大脑意识执念，然后去让你去听见灵魂真正的声音。所以你所看到的准，其实只是因为你终于肯诚实面对镜子里面的自己而已。那你不是一个人玩这场游戏，我们在每个礼拜晚上8点都会在 YouTube 上线新的集数。然后呢，祝福你今天在地球玩得开心，我们下集见咯，大家拜拜拜拜拜拜。地球玩家的大家，接下来呢，我会跟大家分享秒秒能量疗愈学院在2026年会有什么样子，分别国内跟国外的课程、活动、工作坊，还有大家最期待的导师培训课程，会用什么样的模式跟大家见面？我们会安排在什么时候？一一跟大家分享。首先呢，我们4月跟8月还有9月分别尼泊尔颂钵旅修团，还有美国的雪士达川的旅修团，目前已经全数满团。可是没有报名到的光子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在今年年底还会分别开2场的海外旅修，会是在12月初，我跟妮娜会在清迈带领大家7天的旅修，在12月底的时候还有一趟巴厘岛的跨年旅修团，这次我会带大家到巴厘岛跨年。那这个活动资讯呢，会是在年中的时候才会开放大家报名，所以大家都可以随时关注官网上面的消息，还有我们的限时动态发布。在今年我只会有2场在台湾开课的时间，第一个是5月份，第二个是11月份。那首先5月份5月1号到5月2号，我们会在台中举办与高我连结2阶式的深度实践课。5月3号在台北举办女性力量工作坊。5月9号跟5月10号会回到台中展开7脉轮的课程。这2个课程分别有初阶跟进阶，它是完全可以分开报名的。如果想要更了解这个报名的资讯的话呢，大家都可以到官网上面看，都有详细的介绍。5月11跟12号会在台北带来金钱丰盛灵气课。在5月16到17号，我们会举办2天1夜的灵魂游乐场，带领大家一起到宜兰的那山那谷。我们会带领大家进到山谷跟溪流，进行水火之间的能量仪式跟疗愈。那这些课程目前呢，已经可以在官网上面报名了，所以大家都可以移步到官网上面详细看更多的资讯。那接下来最重要的是1整年的陪跑疗愈师培训计划，分别会结合臼井灵气的课程、实
时间呢会是一整年，但是主要的实体课会是在5月23到24、7月4号、5号、8月8号、9号。那因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课程，有兴趣的人都可以观看更多的细节。那5月的行程很丰盛，也是因为接下来要进入到6月，而我也即将要飞往海外跟当地的朋友见面了。那新加坡的光子们在6月3号我会举办颂钵音疗实验室，6月4号到5号是与高我连结的进阶跟初阶的工作坊，6月6号到6月7号是金钱丰盛灵气课。我希望可以尽可能的在我待在那里的1周时间，把所有的课程都可以带到当地的你们。那结束后我会飞往澳洲，6月12到13号在墨尔本有与高我连结的课程，6月14是重启神经系统工作坊，6月18到19我会在雪梨开设7脉轮的初进阶课程，6月20到21号同样在雪梨有金钱丰盛灵气课，最后27到28号我们会在黄金海岸举办一个女性力量的2天1夜工作坊，6月26号我们会在布里斯本的海岸边预定一个餐厅，让大家一起聚会聊天吃饭，来聊聊彼此在身心路上的成长，跟在澳洲带着你们有什么样子的感受跟心得，会是一个非常轻松的小小聚会。那详细的报名资讯跟完整的行程我们都已经整理在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里面了，欢迎点进去看，期待可以在今年的某一站跟你相遇，我们一起把能量带回我们的生活，也把自己带回自己，升级你的意识。地球只是一场游戏，我们一起成为一个超级玩家跟 NPC 吧。大家我们之后见。